Hello， 我是德德。最近翻一翻家中的角落，找到小时候我第一次用压岁钱买的游戏机 Game Boy Color 掌上型主机，简称 GBC。我一直保存它到现在，至少有20年了。当时在我国小的时候，班上同学几乎人手一台 Game Boy。如果没有玩过的话，很难在下课时候和同学们讨论游戏的话题。我大概到了高年级才有专属自己的一台。那时候最热门的游戏就是宝可梦，不过以前翻译叫做神奇宝贝，也可以称它为口袋怪兽。这台主机几乎陪伴了我的童年。过了20年，萤幕已经无法正常使用，偏光片已经漏液，但是运作还是正常的。我决定把它送去翻新，毕竟回忆无价。去网络上或是商城搜寻一下，就可以找到有帮人维修的店家，可以把主机改成 IPS 萤幕和客制化透明壳，跟加装音量放大晶片。现在拿起来，主机大小跟手掌差不多，小时候还觉得很大台。在当时也有贩售透明壳的机型，可以看到主机电路板和里面构造，我觉得超帅。不过呢，我想保留当初的回忆，决定主机壳不换新。等待1个礼拜后，终于收到主机啦！店家有给我翻修前后的照片，界面有做更换和内部翻新，电源开关、传输孔和音源孔也有做清洁。虽然店家反映机壳内蛮脏的，要我更换，不过我还是要保留原本样貌。这样子才是以前陪伴我的主机啊！翻修后，按钮厚度感觉比较高，也灵敏许多。这些是我从小时候保留到现在的卡夹，分别是瓦力欧乐园3、不可思议的音乐盒、宝可梦皮卡丘（简称黄版）和一些合集。我非常记得小时候，瓦力欧都称它为坏玛丽。当时吵着妈妈带我去游戏店和掌机一起买的，不过盒子当时我没有保留，但说明书我一直保存到现在。还有宝可梦银版说明书，因为合集卡带有了金银版，所以我就把银版和别人交换别的游戏，只剩下说明书。至于这本没有封面的中文说明书，是我第一个入手的宝可梦作品绿版。在很小的时候，当时妈妈带我去量贩店买卡带，现场只剩下宝可梦蓝版和绿版这2个版本。我当时想了很久，最后决定了绿版。为什么没有了封面？是因为小时候看到邻居大哥哥在玩宝可梦黄版，瑞的后面跟着一只皮卡丘，而且宝可梦的样子细腻度比绿版好看很多，我就用自己身上几个零钱和绿版跟大哥哥交换了。想说没有绿版，就手贱把封面撕掉了，也是我现在黄版的由来。不过我真的很喜欢宝可梦，也把当初的绿版、红版、蓝版以及金版、银版和水晶版都收藏回来。水晶版封面真的很特别，是做透明的，可以看到内部，背面是水军的标志。如何辨别正版和盗版卡夹？首先，最简单的方式是看卡带上面，假如只写 Game 就是盗版，Nintendo Game Boy 才可能是正版。我的黄版和瓦力欧乐园3居然是盗版的，可恶的大哥哥拿盗版和我交换绿版。不过瓦力欧乐园3当时是去游戏店购买的，居然是盗版，可见当时盗版应该很泛滥。我们来打开检视一下是不是盗版，顺便更换电池吧。在拆开卡夹时，要先准备一个内6角 3.8 毫米的螺丝起子，才可以把卡带打开。直接从背面把螺丝松开，卡带往下滑。果然是盗版的，电池座会是这种方便可拆式。再来看瓦力欧乐园3，也是这种充电座。电路板里面没有任何 Nintendo 标示，就是盗版的。更换电池方式，只要用螺丝起子从里面推出去，就可以把电池拿出来。GB 卡夹可以用 CR2032 或是 CR2016 规格电池，我比较推荐用 CR2032， 电池容量也比较多，记录可以撑10年也不是问题哦。新的电池只要推进去就更换完成了。电路板读取的地方可以用橡皮擦擦拭一下，可以清除上面的灰尘或是污渍，可以改善卡夹接触不良哦。这就是正版的卡带，电路板上有 Nintendo 标示。我的合集卡带上面有 Nintendo Game Boy， 但打开一看也是盗版卡夹，所以最准确的方式就是打开来看里面有没有 Nintendo 标示。
正版电池座里的电池上下都会点焊，我是用美工刀和一字锁小心撬开焊点，这样子电池就可以取出。网络上有贩售包覆好铁片的电池，需要重新焊接，因为没有打算用焊接方式，所以我用透明胶带从下方包覆好铁片，上方铁片也要包覆，只要固定好，电池有完整接触到铁片，这样子就完成咯。对齐好后，直接往上推就可以紧密，再锁上螺丝就大功告成。马上来测试。储存好后，拔下卡夹，确认是透过电池的方式保存记录。嘿嘿，这样子就可以好好游玩了。宝可梦黄版可以说是我最喜欢也陪伴我童年最久的一代。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，有一次发现黄版卡带已经没有记录，就把它带去给游戏店更换过电池。虽然是盗版，但是记录还是保留着到现在。队伍里有皮卡丘、水箭龟以及妙蛙花和喷火龙，还有最喜欢的快龙。和另外透过训练加 bug 方式遇见的梦幻，梦幻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幻兽。小时候就很想收服到它，大概是高中的时候，网络资讯越来越发达，才知道可以用特殊的方式相遇到，填考字偷偷设计的彩蛋。记录里我还把没搭上的圣特安努号停下来，不让它开走，想要回忆童年时再开起来怀念一下。在童年也是那位大哥哥卖给我这本《怪兽向前走》，我印象好像花了50块和他买。当时网络资讯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，有些情报都要透过攻略本。我还记得以前翻这本攻略书的时间比课本还多，上面还有自己标示的笔记，有些翻译或是资讯错误还会自己修改。这本出版日期是民国87年到现在，已经有24年了耶。另一本口袋怪兽金银版攻略也是和大哥哥买的，当初过山洞或是打四天王全是靠这一本书一路通关。还记得以前三圣兽都称雷狐、火狮、水狼，现在叫做雷公、炎帝、水君。这本出版日期是民国89年。宝可梦这系列游戏我真的很喜欢，后来有出在 3DS 的复刻黄版、金版、水晶版，只有透过数位版的方式我有收藏下来。NDS 也有出重制版的心灵金和灵魂银，让我拥有更丰富的儿时回忆。成都地区是我最喜欢的一代。今年11月，宝可梦朱与子最新作品也要上市了。那宝可梦系列中，你最喜欢哪一代？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。这次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分享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拜拜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订阅的话，这边给你订阅哦。我们下次见。